嗨，大家好，我是 Horace，这次来到了 O11 Air Mini 的开箱组装，那直接介绍今天的零件。今天找来了 ASUS S399的 EX 主板，有8槽的记忆体可以装。那一般来说，这么大的板子都会用 Define 7这种大壳来用。那我这一次找来了 1950X 线程撕裂者的平台，来看一下 Air Mini 在这个大主机板下装起来会如何。毕竟这个机壳在国外已经有很多影片了，在这边做点区隔，我想是必要的。显示卡是 PNY 的3060 Ti， 那特别感谢 PNY 愿意借这一张显示卡给我。本频道在60订阅的时候，我写了信给10间厂商，只有1间厂商回信说收到了，其他厂商连回都不回。那超过300订阅后，我再写10封信。这次 PNY 很干脆的借给我一张3060 Ti 跟记忆体 SSD， 那详细的测试我下一次会再补。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角 O11 Air Mini， 那配件里头就是螺丝跟后挡的垫片，这个是用 ATS 主板来使用的，可以让你的水冷排在顶部安装，整个主机板的安装位置都是可以上下平移的。后面板有拆卸化的模组设计，手锁螺丝是银色的，有特别考量白色的外观搭配。毕竟 Air 系列讲究的就是通风，那能打的孔都已经打了。拆开背板的方式要先把顶板给拆下来，松开2颗螺丝后即可拆除。那有 I/O 部分就是2个 USB， 那一个 Type C， 一个音源口跟电源。那这边要担心猫咪可能会常常关机这样子。那顶板开了以后，我的玻璃侧板跟前面板只要直接往上抬就可以抽开了。前面板网孔重新设计是这一次 O11 Air Mini 的沿袭上市的原因。那加大了孔径后，现在已经透到可以完全看到风扇的外观轮廓。搭配同色的14公分 PWM 风扇，转速在600转到1200转。有可以拆卸的风扇框架，你只要拆了2颗螺丝就可以把整个风扇给拆下来。主机板侧板要松2个螺丝，那你可以看到2排的透气孔，延续 O11 系列的分仓设计，可以给240水冷还有电源供应器进气使用。那我们介绍完外部，来看一下里头的架构。Air Mini 系列要支援 ATS 的电源，所以这一次在细胶的出线口跟侧置的水冷槽都做了重新设计。之前没有 Air 的 O11 Mini 系列是斜坡一个斜上去的，这一次直接就变成了直角。那也有更完整的9个 ATS 的主机板锁点，不需要像 O11 Mini 这样子还要加装延伸板。硬碟架的部分，它的明板这边可以装2颗 2.5 寸的硬碟，黑色的硬碟架可以装2颗 3.5 寸的硬碟。那卡扣的声音相当的清脆，但这个黑色的硬碟架是没办法拆除的，它直接给你用铆钉打死了，会挡到主机板的背板安装。所以如果你装好了要换散热器，你就要把整个主机板都拆下来，除非你像我这一次用 High-End Desktop 这样子，是平台的插槽跟背板是合在一起的。那如果今天你不装水冷的话，其实侧板也可以再装2颗硬碟的支架，最多可以装上6颗硬碟。在这个侧板只要1颗手锁螺丝就可以拆下来。到我们这次水冷安装的部分，虽然这一次 Air Mini 它加宽了，但是水冷排加风扇还是会比你主机板来的高，所以你的风扇不可以跟水冷排放在同一侧。那我这一次装了2侧之后，我是采取正压差的进气模式。在主机板做了基本的开机测试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进行装机的动作。这边我会先将水冷头先用气泡带用发圈绑起来，避免我在转主机的时候不小心冷头会撞到电子零件。可以看到这一张 ASUS 的板子，它的尺寸是 30.5 公分乘 27.7， 已经快要碰到水管了，再上去就会影响到水管的走向。但如果你是气冷方案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估计双 CPU 的主机板都可以塞。这边我上了24片的电源线，再加上双8片的 CPU 供电，还有 Type C 与 3.0 的2条前面板的线材都没有问题。你直接从细胶孔穿过去绕到后面，那后面有3条束带，对我这种主 ITS 机壳的玩家来说就绑一绑了事了，不是很难理线。
再把 2.5 寸的面板盖上去之后，你就什么线都看不到了，非常的不错。那安装好 M.2 与水冷头之后，可以看到这个 X53 的水冷头明显的比线程撕裂者的 CPU 本体还要小。但是我看这个裸晶图，基本上来讲，水冷头应该是有包到。那如果角落没包到的话，反正 CPU 的盖子本身就是铜做了，而且官方都说是 TR4 了，那我就直接装上去了。毕竟市面上 TR4 的气冷散热器，它的铜底都很大，都是特规的，只能给 TR4 用，流通量也相对的不好卖。那机体就直接上4条4通道了，那 PNY 的机体就等下次了。加上显卡来进行开机，没有问题装回侧板。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 O11 mini 我在测试中的一些影片。那下一集我会用3060 Ti 与1950来去做一个测试。先说一下我的心得 ，1950X 游戏表现一般都不好，但是我用3060 Ti 在画质开高、地平线5都还可以跑到快要90 FPS。这种老的 CPU 其实玩 4K 还是堪用的。下一期我会主要是让大家看看 CPU 跟显示卡在超频下的温度，除了记录电表用量之外，也会来测试一下究竟有没有开玻璃侧板跟一些风扇配置的温度差别。如果你对于这个机壳有什么关于散热或是其他的测试内容想要补充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会尽量测给大家看。那我是 Horace，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